公司露营当天，白月光送来妻子的外套，说是落在他家卧室里了。妻子微笑着夸他细心。一瞬间，在场同事纷纷把目光投向我，露出嘲讽的表情，等着看我笑话。我大方地站起身，往身后指了指，一脸惊喜道：“既然关系都这么好了，你俩晚上睡一个帐篷吧。”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小妍，你外套落我家卧室里了，晚上冷，你快穿上。谢谢。铭记，还是你细心。只见楚铭记动作自然而又亲密地为宋慕言披上外套。宋慕言一脸娇羞，目光温柔，视线全都落在楚铭记身上。下一秒，一些不明所以的同事立马起哄：“哇，你俩肯定有情况啊！说，是不是瞒着我们搞办公室恋情了？大家别乱说，小妍已经有老公了，是吧？”江璇，楚铭记嘴上说的好像自己分寸感十足，但手上帮宋慕言整理头发的动作就没停过。一瞬间，围坐在篝火旁的同事纷纷把目光投向我这个正牌老公，嘲讽之色更是溢于言表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等着看我的笑话。我想起1个月前，宋慕言说自己所在的公司要举办露营活动，他说可以带家属参加，非要拉我一起来。我原本以为宋慕言是要将我介绍给同事，便欣然答应。可今天自从我来到露营地以后，宋慕言便让同事一直指使我做苦力。我顶着烈日，任劳任怨地帮忙布置营地，准备食材，搭帐篷，而宋慕言则一直坐在树荫下与楚铭记闲聊，嬉戏打闹，一直到了晚上，大家围在篝火边准备吃烧烤的时候，宋慕言才坐到我身边。而他坐下来的第一件事，却是四处寻找楚铭记的身影，让他坐过来。就连楚铭记刚刚递给宋慕言的那件外套，上面都沾上了男士香水的味道，宋慕言却以一副习以为常的表情穿到了身上。可从前只因为我有一次将我和宋慕言的衣服挂在一起晒，他便嫌弃地将衣服扔进了垃圾桶，说是沾到我衣服上的洗衣液味道了。我不由得在心里苦笑一声，宋慕言还真是双标。许是见我许久都并未做出回应，楚铭记立马绅士地解释道：“大家可千万别误会啊，只是因为我大学和小妍是一个学校的，所以自然要熟络一些，你知道的吧？”江璇，这一点我确实知道。宋慕言向我提起过，楚铭记是他的学长，也是初恋。2人有过一段甜蜜的时光，但后来楚铭记说宋慕言和自己身份悬殊，便提了分手。
他为了自己的前途，选择出国留学，二人也因此断了联系。可当他再次出现在宋慕言面前时，宋慕言的目光还是会不自主地跟着他，一次次为了他而伤害我。若是以前，楚明记这般挑衅我，我肯定会生气地对他大打出手。但此刻我内心竟然没有一点波动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心思吧。我已经对宋慕言攒够了失望。不等我开口，宋慕言便嫌恶地对我道：“江璇，你是聋了吗？明记在跟你说话呢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”见状，楚明记立马向我道歉说：“江璇，对不起啊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你别多想，我和小妍只是关系好而已。”楚明记的三言两语，使众人的目光又落在我身上，他们眼睛里的嘲讽之意也更盛，都是一副等着看八卦的表情。我知道，他们想看我怒气冲冲与楚明记争吵的样子，想把我当成笑料。可越是这样，我就越是不想让他们得逞。于是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，我深吸一口，大方地站起身。我微笑着看向楚明记和宋慕言，并往身后的露营帐篷指了指，和颜悦色道：“既然关系都这么好了，你俩晚上睡一个帐篷吧。”宋慕言的眼睛骤然间睁大，怒火溢于言表。他指着我斥责道：“江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人说的话吗？”我双手抱臂，露出玩味的表情，看着宋慕言：“怎么？你自己做出来的事，还不让别人说？”此言一出，宋慕言的同事们立马将吃瓜的眼神转移到他们二人身上。宋慕言和楚明记顿时如坐针毡。楚明记连忙摆了摆手，惨笑起来，对我道：“江璇，这都是误会。”宋慕言拉了拉楚明记的衣袖，理直气壮道：“明记，你不用跟他废话。有些人心是脏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我们清者自清。”我心想，宋慕言还真是蠢。他这一句话几乎把在场的人得罪了个遍。我也只是笑笑。宋慕言似乎是被我激怒，突然大吼道：“江璇，你什么态度？你要是不相信我，我们立马离婚。”宋慕言知道，因为我从前爱他，所以最怕他提离婚。所以每次吵架之后，我都会服软，主动认错，还要去哄他。宋慕言眼中露出自信神色，想在同事面前给我一个下马威。谁料，我无所谓地笑了笑，道：“行啊，求之不得。”宋慕言顿时愣在了原地，他张了张嘴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，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江璇，你刚刚说什么？”他似乎是还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。
看向我时都带着茫然。楚明记着急劝阻道：“江璇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”我理都没理他们，转身走出了篝火营地。身后又传来宋慕言大呼小叫的声音，我都假装没有听见。初春的夜晚还有些冷，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一样。我裹紧外套，闯入浓重的夜色当中。我沿着河边走了会儿，在一个柳树下坐下，抬头看到天上挂着一轮月亮，忽然想起我和宋慕言初见的场景。我在大二的时候转到翻译专业，和宋慕言成为了同班同学。当初选这个专业的时候，一直不被理解，甚至连家里人都不支持我，为此还和父母大吵了一架。转过来的时候，课程已经落下大半，学得有些吃力。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复习到很晚。那段时间，我自己都感觉迷茫，怀疑是不是做错了选择。直到有一天，宋慕言回教室拿东西，刚好遇见我。他热情地向我打招呼，还不厌其烦地帮我补课。那天我们一起从教室里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很晚了。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焦虑，鼓励我说：“江璇，你不用太担心。这条路或许很难走，但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我们都会迷茫，重点是要遵从自己的本心。”宋慕言抬头，看着头顶的月亮，柔声对我说：“翻译这门专业其实很浪漫的，就像日语里，月亮也可以表达喜欢。”那天的月色很美，照在她脸上，少女温柔而又明媚，使我动了心。而她也成了我唯一的月亮。毕业后，我向她表白，我们顺理成章走到一起，步入婚姻的殿堂。翻译行业竞争很大，刚起步时，我们也遇到了重重困难。虽然辛苦，但彼此依靠，我依然觉得幸福。奋斗了5年后，我们终于都有所收获。我开了一家公司，宋慕言也进入了一家前景大好的企业。直到3个月前，楚明记在国外混不下去了，跑回来找到了宋慕言，希望宋慕言能够念及旧情帮帮他。我原以为宋慕言是不会原谅他的，毕竟曾经被他伤得那样深。可谁知，楚明记竟然在不久后入职了宋慕言所在的那家公司。我一开始以为只是巧合，但从那天起，宋慕言每天都在加班，回来的越来越晚。他原本的效率很高，我心疼地问他怎么加班这么晚。宋慕言面不改色说：“最近接了好多新业务和合作，我是项目负责人，走不开。”我信以为真，不疑有他。可是某天，宋慕言和同事聚会，喝醉了酒。我着急慌忙地赶过去接他，却看到睡着在餐厅沙发上的宋慕言和陪他在身边的楚明记。
我走过去，想叫醒他。宋慕言醉得厉害，一把拉住了我的手。我正欲开口，却听他梦呓道：“铭记，你别走，别丢下我。”一瞬间，我像石像般僵在原地。楚铭记挑衅地对我说道：“江璇，多亏了小妍帮忙，我才能顺利入职。小妍真是善良，也是为了帮我熟悉公司业务，晚上还陪我一起加班，甚至为了让我在公司占有一席之地，还把自己手里的项目让给我了。”听着楚铭记的炫耀，我像是被人泼了一盆冰水。明明宋慕言自己说过，最讨厌假借他人之手，应该凭借自己的实力去争取。他却能为了楚铭记做到这个地步。晚风吹过来，寒意深深，也将我吹醒。我打了个寒战，把思绪从回忆里抽出来。不远处忽然响起一个女声，我回头，发现竟然是宋慕言和楚铭记。刹那间，楚铭记已经先看到了我，可他还是亲密地揽住宋慕言的肩膀，故意提高音量：“小妍，谢谢你记得今天是我的生日，还送我这么贵重的手表。”宋慕言也娇羞道：“不用谢我，我记得你一直喜欢这个牌子的手表，现在终于找到机会把东西给你了。”我在心里笑笑，想起宋慕言已经很久没陪我过生日了，更别说礼物了。他总说一个大男人收什么礼物，又不是小孩子。虽然看不清楚铭记的表情，我也能想象出他此刻定是骄傲的，在向我挑衅。若是以前，看到宋慕言对别人这般上心，我早就冲上去质问了。现在我看到他们，只觉得晦气。我起身，想要离开这个地方，懒得看他们腻歪。可楚铭记却突然主动开口：“江璇，你怎么躲在这里？”听到楚铭记故作惊讶的语气，宋慕言立马冲到了我面前。他把眉头一挑，气道：“好你个江璇，竟然跟踪我，还故意偷听我和铭记讲话，你也太恶心了吧！”我差点被他气笑。我跟踪他？怎么可能？我回怼：“少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可没有闲工夫跟踪你。至于你们说了什么，我也不感兴趣。”楚铭记忽然站出来，轻轻拍了拍宋慕言的肩膀，看似好心地为我说话：“小妍，江璇肯定是因为刚刚离婚的事后悔了，才悄悄关注你的动向。你看，他心里还是有你的，也是想跟你道歉来着。我想他只是一时拉不下面子罢了，他从前可不会这样。”楚铭记面上挂着虚伪的笑，看向我时，眼睛里却带着不加掩饰的嘲讽。我知道他是在故意贬低我，毕竟我从前深爱着宋慕言，甚至卑微到了尘土里。
每次因为楚明记的事争吵起来，宋慕言都会毫不犹豫地护着他。如果我不肯低头，他便拿离婚做要挟，而我也因为害怕他离开，最后只能败下阵来，哄着他，求他原谅。宋慕言则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，高高在上地看着我。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，所以他笃定了这次也一样。可我现在再想起从前，自己的自尊一次次被宋慕言踩在脚底下，只觉得屈辱和恶心。经过楚明记的一番暗示，宋慕言朝我撅了撅嘴，眼中闪过得意。哼，早干嘛去了？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。别以为这次我会轻易原谅你。我看着宋慕言骄纵而又目中无人的样子，或许是因为我从前太宠他了，什么都听他的，让他产生了一种我永远都不会离开的错觉吧。我无语地看了他一眼，道：“少做梦了，谁要你原谅？”宋慕言一下子皱紧了眉头。江璇，你什么态度？楚明记摆摆手，对我劝阻道：“好了，江璇，你怎么能说话这么冲呢？小妍其实是担心你，特地出来找你的。”呵，都这个时候，楚明记还在故意挑火。他明明知道我已经听到了，二人出来只不过是宋慕言方便把手表送给他而已。宋慕言眼中闪过一丝心虚，但很快他便双手叉腰，瘪了瘪嘴，道：“某人就是不识抬举。”哼，谁担心他？一个大活人还能走丢了不成？楚明记微笑着看向我，又解释道：“江璇，可能你不知道，小妍她就是这样，刀子嘴豆腐心。”楚明记一语双关，在暗讽我不了解宋慕言的同时，还表明了自己和他的亲密。我看到他眼中难以掩饰的挑衅，只觉得可笑和恶心。这副惺惺作态的样子，我已经看惯了，也看乏味了。许是我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情绪激动，让楚明记对我的反应不是很满意。他亲密地拉了拉宋慕言的手，道：“晚上天冷，我们还是快点回露营地吧。小妍，你不是说要来我的帐篷里打游戏吗？”闻言，宋慕言反握住楚明记的手，故意气我道：“都怪你，我本来的好心情都被你气没了。还是明记善解人意。”我冷笑，嘲讽说：“那还是真是对不起呀，耽误你们两个的好事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俩孩子这会儿都生下来了吧？”你说什么？顿时，宋慕言整张脸都红了，楚明记也尴尬地愣了一下，但很快便道：“江璇，你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？小妍是女孩子，你要明白清白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。”我继续回怼道：“
你们两个连一张床都睡过了，还想要什么清白？”一时间，宋慕言怒意更甚，几乎要咬碎牙龈，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。江璇，你误会了，我们真的没有什么。楚明记解释着，立马露出为难神色。算了，小妍，是我让你们为难了，我还是走吧。就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错在我控制不住对你的喜欢。闻言，宋慕言立马走到楚明记身边，心疼地拉住了他的手。他摇了摇头，温柔道：“不，明记，我不允许你这样说自己。喜欢一个人又不是你的错。”随即，宋慕言又看向我，控诉道：“江璇，你非要这样对明记吗？你已经得到我了，你还想怎样？”宋慕言的一番话，差点让我脚下一个趔趄，好像他们是苦情戏里的男女主，而我倒成了强取豪夺的恶毒反派，真是可笑。他宋慕言又不是什么宝贝，我稀罕他做什么？况且，他现在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。我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戏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赶快滚，别挡着我的路，看着就嫌烦。”宋慕言皱眉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对他。他愣了一下，竟一时说不出话来。谁料，楚明记突然上前2步，走到我面前。他挤出2滴眼泪，悲戚道：“江璇，别说气话。我知道你现在自己开了家公司，年轻有为，是我配不上小妍，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，小妍就托付给你了。我们握手言和吧。”说罢，楚明记根本不等我同意，便自顾自地一把握住我的手。他抓着我的手，抓得很紧，故意下了狠手。我吃痛地一把甩开，下一秒，作为一个堂堂7尺男儿，楚明记竟然栽倒在地。我也没使那么大劲吧？明记，你怎么样？要不要紧？宋慕言神色担忧地走到楚明记身边，吃力地将他扶起来。楚明记神色坚忍地摇摇头：“我没事。江璇他应该不是故意的。”一句话，便将矛头指向了我。宋慕言像是被提醒了一般，指着我大骂：“江璇，我没想到你竟然这样恶毒！你是想杀了明记吗？”我不悦地皱了皱眉。宋慕言的脑子还真是病得不轻。他忘记了我最讨厌使这种肮脏的手段也就算了，更何况就算是我推的。楚明记当自己是林黛玉吗？轻轻摔一下就死了，还真是好笑。我都想抓一把瓜子看他们表演了。楚明记摇摇晃晃站起来，又道：“小妍，我好像腿受伤了，2天后还要去和江氏集团谈业务，怎么办？
我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。我这个样子还怎么代表公司出去见人啊？算了，小严，我还是走吧，就不连累你了。怎么能说连累呢？我从未嫌弃过你啊。宋慕言抓住楚明记的手，语气心疼。他忽然情绪激动地看向我，命令道：江璇，反正你都开公司了，作为你对明记的补偿，把你公司的项目给他。你失去的只是一点点钱而已，可他失去的却是加薪升职的机会啊！我恍然大悟，想起助理说最近在和宋慕言所在的公司谈业务，但这一项合作问题有些大，待考虑。原来负责人竟然是他，他故意摔倒也是为了敲诈我一笔，好给自己铺路。见我不为所动，宋慕言又催促道：江璇，你现在就把合同发来，还真是好算计。可我偏不让他们得逞。我淡定地拿出手机，发了一份文件给宋慕言。你看看，没什么问题的话，回去以后就签字吧。宋慕言拿出手机，一脸得意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要是早点……可他话还未说完，就当场愣住了，瞳孔逐渐放大，不可置信道：离婚协议书。我语气淡淡的提醒道：宋女士，你怕不是忘了吧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还是你自己提出来的。宋慕言气得咬牙切齿，道：江璇，你也太小肚鸡肠了。为了引起我的注意，竟然拿离婚说事。我无语地皱了皱眉。宋慕言还真是自恋，可我已经不喜欢他了。我转身离开，懒得多费口舌，只是提醒：记得签字。离开露营地后，我没有立刻回家，因为家里都是宋慕言生活过的痕迹，我看着就会觉得恶心。我打电话给家政公司的人，让他们把宋慕言的东西都收拾出来，而我自己则是去了公司。我走进公司，发现这么晚了，办公室里竟然还亮着一盏灯。我轻轻推门进去，发现竟然是助理叶欣。只见他戴着耳机，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，手中拿着笔，不时做着记录。他很认真，连我进来了都没有发现。我出声叫他：叶助理。叶欣抬起头，有些被吓到了，忙跟我打招呼：江董好。我问：怎么这么晚了，还不回家？叶欣谦虚地说道：我们这个行业需要与时俱进，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。我看着面前的叶欣，虽然已经给我当了2年助理，但对待工作依然眼中有光的样子，不禁让我想到了多年前的自己，也是这样拼命。我点点头，夸赞道：你的思想觉悟很高，继续保持。言罢，
我居然看到他脸红了，但我没有多想，让他把这些天的公司近况都整理给我。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过问公司的业务了，几乎都在围着宋慕言转。任何时候，只要他一个电话，我便会立马赶过去，甚至错过几次几百万的合作项目。细想过后，发现我浪费在他身上的时间真的太多了。10分钟不到，叶欣便将整理好的资料都给我送了过来。这么快？我眼中闪过惊讶，仔细翻看手里的资料，叶欣整理得很好，分门别类，条理清晰，阅读起来毫不费力，省去我好多时间。叶欣说，这些都是我平时就一直跟进整理的。我想起自己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，所有事情几乎都是叶欣在做。我道，做得很好，下个月给你涨工资。叶欣笑了笑，礼貌地说道，谢谢。江璇，你有病吧？就在这时，办公室的门忽然被人推开。我抬头，看见宋慕言怒气冲冲地闯了进来。他一进来就把我桌子上的文件往地上砸，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家里的密码为什么换了？”我的东西也被扔在了门口。我起身，淡定地拿了一份离婚协议书给他。宋女士，把字签了。还有，那房子是我的。宋慕言看着不可置信地摇了摇头。看到离婚协议书上我已经签好了名字，直到此刻，他才相信我没有和他开玩笑。叶欣把地上的文件捡起来，道：“我先走了。”我知道，叶欣是在顾及我的面子，因为从前我给足了宋慕言安全感。我公司里所有的人都称她一声江夫人。我叫住叶欣：“不用，这里很快就能处理完。等下还有工作需要你。”宋慕言忽然大怒，说：“什么工作？需要孤男寡女大晚上的在一块？”叶欣红了脸，争辩道：“请你不要乱说话。”我看着宋慕言，怒对：“你能和楚明记睡一块，我不能和员工一起工作吗？”宋慕言语塞，急忙道：“你果然是吃醋了。我和明记什么都没有发生。那天是公司聚餐晚了，明记说我一个人回家不安全，他只是把床让给我睡而已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没想到宋慕言竟然有一天会向我解释，毕竟他从前可不会这样，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。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，何况以我从前对他的上心，只要他一个电话，不管多晚，我都会去接他。说白了，他就是对楚明记余情未了，既要又要，以为全世界都会围着他转。我冷冷道：“我不想听你解释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
宋慕言摇了摇头：“不会的。你明明说过永远不会放手的。”我叹了口气：“宋慕言，是你先放手的呀，别再纠缠了，体面一点分开，不要闹得太难看。”宋慕言忽然发疯般地看向叶心，指着他，问我：“是不是因为他，你不要我？是因为喜欢上别人了吗？”我看宋慕言的状态有些不对，忙示意叶心先出去，并说道：“宋慕言，和你离婚，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，和旁人没有关系。”宋慕言气急，同我闹起来：“你就是护着他。江璇，你太过分了！”宋慕言抄起桌子上的玻璃杯，忽然向我砸来，我躲闪不及。然而料想中的痛感却并没有袭来，我骤然间睁大了眼睛，叶心竟然为我挡下了，他头上都在流血。宋慕言也吓坏了，摇着头后退2步道：“我没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叶心，叶心，你怎么样？见叶心毫无反应，我连忙抱起他，准备送他去医院，并对宋慕言怒斥道：“宋慕言，你最好祈祷叶心没事，我留宋慕言一人独自凌乱。”他看着我离去的背影，慢慢瘫坐到了地上。我在医院守着叶心，愈发觉得愧疚。明明是我和宋慕言之间的事，却还是把无辜的人牵扯进来了。凌晨的时候，宋慕言和楚明记又来了。楚明记拎着果篮，假惺惺道：“江璇，你公司的助理没事吧？我和小妍不放心，过来看看他。叶心还没有醒来，我怕影响他休息，便毫不客气道：这里不欢迎你们，给我出去。”宋慕言扭捏了一会儿，不肯走，说有话要说，非要拉我出去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和他2人来到外面。医院大门外，冷风吹着，宋慕言依旧神色高傲，道：“我都说了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你还想怎样？而且要不是你护着他，我也不会冲动。”我皱眉，他要说的话就是这个吗？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有。我不耐烦地皱眉，不想听他扯皮。说完了吗？说完就滚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楚明记连忙好言相劝：江璇，你先别冲动。我听说你们在闹离婚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夫妻之间哪有隔夜的仇啊？江璇，其实小妍也是因为害怕，才特地带电话给我一起来的。楚明记看似好心，却加重了特地2字。我知道，他在炫耀，想表现宋慕言对他的依赖，真是恶心。一时僵持不下，他们2个谁都不肯走。楚明记也知道，要是我们2个离婚了，
对他没有好处。宋慕言从前在暗中帮助楚明记，用的钱、人力、物力，几乎都是从我这边得到的。楚明记总是这样，一边享受着我带来的好处，还一边用宋慕言挑衅我。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，让我越发看清楚他的丑恶嘴脸。我又不是什么冤大头，况且我做了决定的事，是绝不会回头的。我坚持道：离婚这件事没得商量，你要是不配合，我就找律师。见劝说无果，宋慕言忽然换了一副神色。他道：行，要我签字可以，但你必须给明记一个谈合作的机会。我无奈地笑笑，都这种时候了，宋慕言还在为楚明记着想，不放过一丁点儿能从我这得到好处的机会。他还真是喜欢楚明记，如此深情。只是谈合作的机会而已，只要宋慕言爽快签字，不浪费我的时间就行。我点点头，道：机会可以给你，但能不能抓住就要你自己的实力了。宋慕言高傲地扬起头，自信道：这是自然。宋慕言得到了想要的结果，便不再过多纠缠，带着楚明记扬长而去。当天就把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给了我。那一刻，我生出了如释负重的感觉。我终于和他彻底做了个了断。我回到病房时，发现叶欣已经醒来了。然而，他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：江董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？我笑着摇了摇头，心想，她还真是个傻姑娘。受伤的人是你呀，应该我问你有没有事，感觉怎么样？你冲到我面前的时候，我真的吓了一跳。我还没来得及跟你说谢谢，我给叶欣削好一个苹果，递到他手里。他小心翼翼地双手接过，像是在拿着一件珍宝。我没事，保护江董是应该的。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一瞬间，我感觉自己的心跳都有些快，因为我知道，人往往在情急之下的反应才是内心最真实的想法。我叫来了医生过来检查，还好叶欣的身体没有大碍。我想让叶欣在医院好好休养一段时间，他却执意说可以出院了。他一出院就为几天后的几方合作会谈做准备。我劝说道：叶欣，你身体还未恢复，可以不用这么拼命的。他固执地摇了摇头，说：这没什么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再一次发现他和我还真的是很像，身上能看到我从前的影子。见他如此努力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便和他聊起了合作方的事。叶欣看着资料，迟疑片刻后，开口问道：江董，我们真的要给 C 公司机会吗？叶欣口中的 C 公司正是宋慕言所在的那家公司。我问：
怎么了吗？叶欣脸上闪过一丝落寞，说：“没什么，只是那家公司的合作方案虽然不错，但盈利一般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利益。相反，H 公司倒是不错。”叶欣从文件夹里抽出一份资料递给我。我知道他口中的 H 公司发展确实很好，我的公司也是近2年才和他们并肩的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道：“这好像是你之前入职的那家公司吧 ？H 公司是不错，但你怎么后来会到我这里呢？”叶欣低下头，错开我的目光，说：“我喜欢挑战新事物，也觉得江董的公司会有好的发展。你看，我赌对了，不是吗？”我笑了笑，点点头说：“那就由你引荐并代表公司说服我合作吧。”叶欣惊喜地抬头，开心得像个小孩。“真的吗？谢谢江董给我机会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道：“你不用道谢，一切都是为了公司好。我也相信你的能力。”日子过得飞快，很快便来到了会谈当天。宋慕言和楚明记是一起过来的，二人亲密地挽着手，二人脸上皆是得意的神色，好像势在必得。为了拿下这个合作，宋慕言更是亲自出马。但宋慕言因为这段时间把心思都放在楚明记身上，他的业务能力明显有所退步，竟然在汇报中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，而这些错误是他从前绝对不会犯的。所以宋慕言与其他合作方比起来，便没有了什么特别的优势。反倒是叶欣的表现，着实让我吃了一惊。叶欣落落大方地进行汇报，表述清晰，要点突出，详细地说明了与 H 公司的合作优势。叶欣能力出众，要甩宋慕言一大段的距离。我都觉得让叶欣当助理有些屈才了。这次的项目会谈只需要一个合作方，最后我选择了 H 公司。散会后，我毫不吝啬地夸赞了一番叶欣。宋慕言看到我们站在一起，不屑道：“哼，不就是一个破项目吗？离了你们公司，我还其他的机会，等着瞧吧。”说完，宋慕言还不忘招呼道：“铭记，我们走。”我瞟了一眼宋慕言身后的楚铭记，他脸上的神情显然没有那么高兴。毕竟他可是等着这次机会加薪升职呢。原以为有了宋慕言肯定没问题，没想到最后计划全都落了空。不过这些已经都和我没有关系了，我只要做好我自己的事就行。几天后，我刚到公司，便听到底下的员工议论纷纷，但我一来，他们便停止了交流。在叶欣的提示下，我打开手机，才发现宋慕言上了业内新闻，
因为宋慕言上次没能成功地拿下合作，曾经看不惯他的同事抓住了这个机会，举报宋慕言帮助楚明季越级上任，说他在职场上暗箱操作，破坏公司形象，助长了职场上的不正之风。宋慕言本就造成了公司亏损，再加上这个举报，他们公司的老板一气之下，将宋慕言和楚明季都开除了。我也明白底下员工的顾虑，毕竟他们都知道我和宋慕言的关系。我坦然地宣布自己已经离婚的消息，并让员工引以为戒，不要模仿宋慕言这种以公谋私的行为。因为我的做法，员工们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，工作也更加认真。中午，我来到楼下自动贩卖机，想买一杯咖啡提提神。江璇，我能和你聊聊吗？我转头看向身后说话的女人，差点没认出这是宋慕言。不过短短几天的时间，她的变化也太大了，素面朝天，衣服都有些皱，整个人都写着憔悴，好像风都能把她吹倒。我喝了一口咖啡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等等，江璇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说着，宋慕言已经拉住了我的胳膊，还真是有意思。从前他从不会认真听我说话，如果我的情况却倒转了过来。宋慕言轻咬着嘴唇，艰涩地开口道：江璇，我工作丢了，你帮帮我，好吗？你把合作的机会让给我吧，这样我就能重新回公司了。宋慕言还拉着我的手，丝毫没有放我离开的意思。可我想起，我刚成立公司的时候，想要帮他，那时候他义正言辞地拒绝了我，说要靠自己的本事闯出一番天地。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已经与自己的初衷背道而驰了。那个闪闪发光的少女逐渐变成了令我厌恶的陌生人。我冷漠地甩开了宋慕言，长叹一口气，道：宋慕言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你从前明明也很正直的，最看不惯的就是职场里的那一套。宋慕言眼中已经蓄满了泪水，他低下头，道：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一时糊涂，可我真的已经知道错了。江璇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这一次吧，你跟我复婚好不好？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宋慕言，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你犯过的错何止这一次？宋慕言顿时泪如雨下，拼命摇着头道：不是这样的，江璇，我爱的人一直是你呀。我已经和楚明季断干净了，他只是在利用我，只有你才是真的爱我。求你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我冷漠地拒绝了宋慕言。太迟了，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。
你早已将我的爱意消耗殆尽，我不想再围着你转了。宋慕言依旧不肯放手，又说起我们的曾经，试图打动我。可我更加觉得他讨厌，因为最后都是我在付出。况且，他留恋的曾经，不止我一个人。他从前对楚明记不也是这般恋恋不忘吗？迟来的深情比草芥。同一个地方，我不会摔倒2次。江董，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，着急用。正当我因为宋慕言的纠缠无法脱身时，身后响起了叶心的声音。我不免松了口气，冷漠地丢下了宋慕言。下班以后，我和叶心一起走出了公司。我特地向他道谢。叶心，今天中午谢谢你替我解围，还有上次也是，你为了给我挡那一下，自己还受了伤。叶心笑了笑，说没关系，还开玩笑说要算工伤。他虽然是笑着的，但我还是察觉出他的神情中夹着一丝悲伤。我迟疑了一会儿，终于鼓起勇气，问道：叶心，你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么多呀？叶心没有说话。看到路边有卖花的，他指着花摊说：我去给你买束花吧。我还未开口，他就已经走开了。不多时，叶心将一束蓝色的满天星举到我面前，笑着说道：学长，祝你前程似锦，我也会一直向你看齐。一瞬间，我愣住了，眼前叶心的笑脸和我记忆中的那张脸重合在了一起。我想起自己在毕业典礼上，作为优秀毕业生致辞，当时同专业的新生学妹给我献花，原来是她，而我也明白，她是为了我才进公司的。难怪我总觉得她身上能看到我的影子。原来在我注意不到的地方，也有人在默默地看向我。晚风吹起叶心的长发，在月色的照耀下，我接过了他手里的满天星。后来，我和叶心结了婚。这一次，我终于真正找到了属于我的月亮，而宋慕言则选择了孤独终老，在我的婚礼上哭成了泪人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